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欢迎收看《侃侃养生》。玉米须大家都知道，就是玉米上面的须子，很多人都把它扔掉了。其实呢，玉米须属于中药材，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用它搭配2目泡水喝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第一个，玉米须和清钱柳搭配。玉米须有平肝利胆、扩张血管的作用，经常泡水喝可以降血脂和降血压。而清钱柳中富含皂苷、黄酮和多糖等物质，可以改善血液循环，降低胆固醇，对降三高有很好的作用。所以这2者搭配能更好的降三高，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。第二个，玉米须和荷叶搭配，那这2者食材搭配含有大量的生物碱，能够减少脂肪吸收，促进脂肪燃烧，对减肥瘦身有很大的作用。那有大肚子烦恼的就可以用这个方法，可以帮助减肚子。玉米须虽然有很大的好处，但是有一些人是不适合喝的，脾胃虚寒、尿频、尿急以及低血糖和低血压的人，最好就不要用了。粘稠是血液垃圾多的一种表现。如果放着不管，对身体健康是有很大危害的。当血液粘稠时，身体可能会有2种表现，别忽视了。晨起时头晕，如果早上起来感觉到头晕、大脑不清醒、无精打采的，那么就可能是血液粘稠了。四肢麻木，当血液粘稠时，血管很容易出现堵塞，影响血液循环，就可能会引起四肢麻木，这也是血液粘稠的一种表现。那当血液粘稠时该怎么办呢？如果想要养血管，可以常吃3种菜。1. 洋葱，洋葱是生活中常吃的一种菜，营养价值很高。洋葱中含有一种叫前列腺素 A 的物质，有扩张血管的作用。经常吃可以增强免疫力，降低血液粘稠度，对血管健康有帮助。2. 苦瓜，苦瓜虽然吃起来有点苦，但却含有很多营养元素。苦瓜中含有大量的苦瓜皂苷，能够降低血液中的脂肪，有保护血管的作用。3. 茄子，茄子中含有很多维生素 P 和皂苷，有增强血管弹性的作用，经常吃一些也能够养护血管健康。上是养生的好时候，对于想要减肥或者是保持好身材的人，如果能在早上养成下面3个好习惯，身材一般都不会太差。早起后坚持排便，每天早上排便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，因为我们经过1晚上的休息和新陈代谢，体内会堆积毒素垃圾。如果早上能够及时的排便，将毒素垃圾排出体外，不仅对身体健康有利，对减肥也有帮助。早起后坚持喝1杯水。早上起床后，身体也是处于一个缺水的状态的。如果能空腹喝1杯水，不仅可以帮助身体补充水分，还能加快新陈代谢，促进肠胃蠕动，对减肥也有一定帮助。早起后坚持运动，早起后适当的做一些运动，对加快体内新陈代谢、增强肠胃蠕动也有帮助，可以避免脂肪的堆积，对保持好身材有帮助。俗话说得好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早上呢，应该是精神饱满、充满活力的，但有些人会出现浑身不舒服的情况，其实这就反映出身体的问题。早上起床后若没有下面这3种症状，说明你的身体还很好，没什么大问题。第一，皮肤水肿。早上起床后，如果发现皮肤出现水肿，在排除是晚上睡觉前水喝多了，或者是平时盐吃多了引起的，那么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肾脏出现了问题。第2，头晕、眼冒金星。早上起床后本应该是头脑清醒、精力充沛的，但如果出现头晕、眼冒金星的情况，就要注意一下血压了，很可能是血压出现了波动。第3，浑身无力。早上起床后，如果觉得浑身无力、没有精神，即使待了一会儿也没有缓解，那么就要考虑是不是血压、血糖出现了问题。那上面这3个症状，如果你都有的话，就要引起重视了，最好呢去检查一下。苹果是生活中常见的水果，很多人喜欢吃。对女性来说呢，经常吃苹果还有美容养颜的功效，尤其是早上空腹吃1个苹果，坚持一段时间，身体或许会尝到3个甜头。1，可以帮助消化。苹果的营养价值非常高，其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、果胶和鞣酸等物质。如果早上空腹吃1个苹果，可以帮助消化，对身体有好处。
2. 可以帮助减肥。对于想要减肥的人来说，是很适合早上空腹吃苹果的，因为苹果的热量低，而且还能够增加饱腹感，对降低体重有帮助。3. 可以预防胆结石。胆结石大家都知道，对身体呢是有很大影响的。但如果早上坚持吃苹果，可以防止体内出现胆结石，因为苹果中含有大量的半乳糖醛酸，这种物质对排毒有很大帮助。虽然吃苹果对身体有好处，但是建议肠胃不好还有血糖波动的人最好就不要吃了。很多人脑供血不足，可能是因为血管堵塞、血液循环不畅所引起的。那该怎么预防脑供血不足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。动作也是非常的简单，首先自然的站立，腰背挺直，双腿并拢，然后将两手交叉在身后伸直，尽量的将手臂往上举，就像用肩胛骨向上推头的根部。这样坚持5秒，两个手臂再快速的落下，敲打腰部，这样反复的做20次。那这个动作可以使血管扩张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清理血管内的垃圾，有很好的疏通血管的作用，能有效的缓解脑供血不足。平时预防脑供血不足，还要注意饮食清淡，多进行体育锻炼，养成有规律的作息时间，这样对大脑健康有帮助哦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养生话题是烟瘾大的人这3个时间段不要吸烟，肺部可能会感谢你。第一个，饭后。很多人喜欢吃完饭后吸一支烟，都说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。当我们吃完饭后，血流量会增加，这时吸烟很容易让烟中的有害物质快速的被吸收，要比平时吸烟危害更大，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在这个时间段吸烟。第二个，早上起床。对于烟瘾大的人，喜欢在早上上厕所的时候吸烟。虽然吸烟可以提神，但是早上吸烟，尤其是在空腹的状态下，很容易刺激支气管，时间长了会导致支气管炎。所以早上起床后也是抽烟的大忌，大家尽量不要抽。第3个，喝酒时。喝酒时吸烟是大忌，因为一边喝酒一边吸烟会加重有害物质对身体的伤害，时间长了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好。所以喜欢吸烟的人，为了自己的身体的健康，上面的这3个时间就尽量不要抽烟了，这样肺部也会好受一些。平时可以多喝一些有清肺作用的茶饮，这样有利于身体的健康。聊养生送健康，木子带你一起科学养生，欢迎收看本期内容。血液粘稠很容易导致血栓形成，当血液粘稠时，身上可能有2个信号，自己要留心。信号1，视力模糊。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以为视力模糊可能是年纪大了的事儿，其实还有可能是血液粘稠，血管堵塞了，导致视网膜供血失常，就出现了看不清东西的情况。信号2，总是头晕。如果经常感觉头晕，尤其是早上很明显，也要小心是血液粘稠了。那该如何改善和预防血液粘稠呢？平时可以多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是海带，海带吃法有很多，可以凉拌，也可以煲汤。那海带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胶质，有很好的净化血液的作用，经常吃可以防止血液粘稠，预防血栓。第二种，芦笋。芦笋软嫩可口，是开胃助消化的食物，营养也很丰富。那芦笋中含有大量的芦丁，可以加强血管壁弹性，清理血液垃圾，对预防血栓也有很大作用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和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修养。希望大家可以坚持下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